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 ，OK， 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一位嘉宾，跟Ben叔的关系匪浅，那就让Ben叔来介绍一下吧。上次我们不是采访了我的一位同学克凡嘛，然后我们说是这个00后的男生。今天我们的嘉宾婕妤就找到我说，克凡他是个假的00后，他是1998年出生的，对吧？伪00后，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来了真的00后，正儿八经的正牌的，对，而且我们想了解一下中国的00后的女生的想法还有生活是怎么样的。好，对。然后克凡那一集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跟反响，那我们也想听听女性00后女性的观感。我们欢迎婕妤了哦。那婕妤可不可以请你简单先自我介绍？我等一下，我想让婕妤先吐槽一下克凡，你觉得到底哪可以吗？婕妤，你可以吐槽，婕妤应该很喜欢吐槽克凡，常常如果可能会让克凡不高兴就。真的吗？怎么语气改变了？好，婕妤同学可以吐槽一下，不要哭，要哭了吗？眼睛进东西了，不好意思。好，好，婕妤，你要吐槽克凡同学吗？我们很期待。我觉得挺正常的吧，就正常一男的。正常一男，好像没什么特殊。婕妤，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伪00后？你觉得他有什么看法跟你们不太一样吗？没有了，他是98年的嘛，而且他有工作经验嘛，我感觉大部分00后就刚刚步入社会，然后工作经验不是特别多，然后阅历不是特别丰富，就是更学生。但是克凡就是有一点成人的感觉，更老，更老。对，关键点在老。克凡应该跟我站在一起。对，更早熟一点。好，那婕妤这样好了，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是哪里人，然后为什么你到底是00几年出生的？对，这个要先证明后，对，真的要拿身份证。大家好，我叫婕妤，我姓梁，叫梁婕妤，大家叫我婕妤就好。然后我是01年的，真正的00后，01年1月份的。然后我今年23岁，我是广东人，然后我的普通话是广普。还好，挺标准的，不明显，很标准。婕妤，我有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00后我觉得是这个很现代的人了。为什么你的家长给你起了一个婕妤这个名字？婕妤不是那个嫔妃的名字吗？对，因为是我太爷爷取的，我太爷爷就我爷爷的爷爷，就是然后我们家都是这样的名字，比如说我姐姐他们叫是族谱的，也不能说族谱吧，但是都是这种风格的名字。就是我姐姐他们叫尹嫔，然后我姑姑嫔妃的他们叫吗？对，叫什么彩妃、云妃，都是这种名字，所以我的是最好听的。你的就是已经算是最正常的吗？对，我怎么感觉为什么太爷爷给家里的人的名字都是嫔妃啊？对，婕妤，我感觉婕妤这里是有点死了，已经无从考证。眼泪都流出来了。婕妤，你擦一下，你要稍微擦一下，不然呢？你是笑哭了吗？吐槽克凡，吐槽到笑哭了。那这个所以婕妤的名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好听的名字，很文雅呀。只不过我们最近看的宫廷剧看太多了，就对，感觉是那个这种。对，最近有什么宫斗剧很多，有就是至少之前很有名的宫斗剧就会常常出现那种嫔妃的职称的名字嘛，对，就会汉朝的话叫婕妤可能比较多吧。对，班婕妤嘛，挺出名的。好的，对。那婕妤，我想问你一下，就是00后嘛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想要去西班牙学习？那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或挑战？对，首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跟改变。然后因为我本科是学西班牙语的，那就只能来西班牙了。然后南美国家呀。南美国家也可以去，不一样。我第一觉得很危险，第二觉得不靠谱，第三爸妈不认同，就是父母那一辈觉得拉美就不认同嘛，哪怕他是个他现在在进步，但是父母那一辈就觉得他不安全，特别是墨西哥那些地方，然后觉得一个女孩子去不好，那就只能西班牙了。OK，
那你当初本来就决定要去西班牙念书吗？还是这当中有一些过程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大概是读到大3决定的吧。因为到了大3，我感觉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吧。因为上了2年大学，然后就开始思考以后要干嘛，要考研、考公、考编，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挺迷茫的。然后就觉得，对，就真的觉得是个小孩，你知道吗？我感觉现在的00后很多都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因为就是没有真正的出去过，一直在家里面，然后按部就班的上学、考大学，然后上大学，然后也因为疫情也没有怎么实习，没有怎么工作，就是从来没有出去过，没有离开家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工作也挺迷茫，不知道什么方面的工作。因为学西语的话，就是西语老师、外贸这些方面的，其实好像也不太感兴趣。那就说那就读研吧。而且就觉得反正是学了这个语言嘛，就还得是出来看一看，经历经历，人生还多经历比较好，我觉得。那你还没说你多大对吧？你是几岁？我23岁，我说了23啊，刚刚说过啦。你是他同学吗？你是他同学吗？我都记住了，你关心一下人家好不好？关心同学好不好？对，我就说，那你到西班牙之后，这个想法有什么转变吗？待了多久？我觉得转变挺大的耶。我感觉西班牙适应方面啦，对那些有什么样的变化？前1个月非常痛苦，特别痛苦，因为你刚来就一个全新的东西，全新的，而且是我一个人来，就是在这边没有任何的亲戚、家人、朋友，就是从零开始。然后语言是未知，是哪怕你在中国学了4年的西语，但是是不一样的。那是书本上的西语，不是生活中的西语，也不是街上的口头西语，也是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哪怕真的你只能看，然后加上因为是巴塞是加泰罗尼亚语嘛，所以都是标识，地铁都是加泰语。首先是个语言的挑战，然后是个文化的挑战，就是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哪怕就是这人挺热情的，就刚来的时候他们会打招呼，然后会能歌载舞在街上，然后又咋咋呼呼的。对，我感觉就是很刻板印象的西班牙人吧。然后第3就是印证了你的刻板印象吗？你印证了你这个刻板印象是吗？没有，我觉得婕妤的意思是后来感觉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对，然后对，后面有感觉不一样，就是看到更多面了嘛。但是首先刚来到确实是这样。然后第3点主要是一个人来嘛。一个人来，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倒时差，然后办证件，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什么都从零开始。那过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可能是刻板印象吧，又有什么改变呢？我感觉我更多看到的是中国跟西班牙的对比，并没有说我对西班牙刻板印象有什么变化。就是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在中国学习的西班牙文化，然后来到了西班牙，看到了真实的西班牙文化，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不一样，比如对于你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影响吗？学习、工作、爱情。对啊，你们几个怎么这么傻？都是爱情。我们00后不应该最了解是他们是怎么想爱情的问题的吗？不要聊学习了，这个重要，聊学习干什么？够了。婕妤，我这样问你好了，去西班牙之前，你对西班牙有没有谈恋爱的这种憧憬，或者是渴望？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会好奇西班牙男人是怎么样，就是跟中国男人有什么不一样？更浪漫啦，还怎么样？那你就是那样的想象，跟实际到了西班牙之后，是不是与现实是有落差的？对，我发现西班牙人很抠，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今天我们节目会得罪好多同学，感觉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要真实。对呀，没关系，婕妤，你有没有00后就很敢说嘛？对，很好，就喜欢你一定有遇到实际的情况，让你觉得西班牙人很抠，特别是男人是不是很抠？就是比如说，刚认识的男生女生，然后第一次不算约会吧，就出去一块玩，一般是男生请吃饭吧，然后可能女生买奶茶。然后男生可能会送一朵花之类的，就是男生是付大头，然后女生是不付或者是付小头。但是在西班牙，他们好像第一次会约 cafeteria， 就是约咖啡厅，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式的饭，是一个喝咖啡。然后咖啡才2欧哎，然后还要 split， 还要 AA。split， OK 这个约会的概念不一样，因为我们约会可能会选比
较高档的或者比较浪漫的餐厅，但西班牙可能就是坐在那个室外的那个小桌子旁边喝一杯2欧的这样的啤酒啊或者饮料啊这样。因为婕妤刚才的意思就是，就算2欧都要 split，都要 AA 制，他意思在这里啊，重点在这里啊，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哪怕他付那2欧也很抠哎。等等，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要先让观众知道这个情况在中国会是怎么样子。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去咖啡店喝咖啡。那一般来说，男生看电影等等或吃饭，一般来说抢着付吧，对，应该会抢着付钱，然后女生最后应该会让男生付。对，就虽然不是以交往为目的的话，但是我觉得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的话，可能男生会抢着，男生肯定会主动去付钱的吧，我是觉得。对，那女生可能会说不，我来，然后大概推辞几次之后就会让男生付。正常情况在中国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讲清楚哦，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婕妤会遇到西班牙的文化差异是，他跟西班牙的男生吃饭可能会是我们就 AA 制吧。然后就各付各的这样，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期待的落差。对，好，所以西班牙人很抠，还有呢，还有，你刚才不是说男生的对比吗？就对中国男人和西班牙男人对比，比如说中国男生跟有浪漫上有不同吗？还是怎么样？西班牙男生会更浪漫。我感觉就是哪怕是普通朋友，他们也会把亲爱的呀、小甜心啊这种挂在嘴边，但中国男生不可能嘛。结婚之后其实也不一定能说得出这么浪漫的话，我觉得。那主要是称呼上的吗？还有别的就是行为上的有没有？行为上有没有？行为上会吗？比如说搂搂抱抱或贴脸颊，这个我倒也没那么多经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西班贴脸礼貌性这样，男生女生也可以这样。对，所以西班牙的男生会，比如说看到你说 baby 会这样啊，有那么夸张吗？会 baby 说亲爱的吧 ，baby 可能会用的比较少，亲爱的 cariñoso 用亲爱的，OK， 那就变成口头禅了。那这个在感觉是，这在中国肯定不行了。在中国，如果你说亲爱的，那肯定就会很奇怪。如果你我觉得这些话就是翻译成中文之后，这个语气会加重，意思不一样，语气会加重的。对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因为对他们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说法。对中国人他是很专注的，我觉得就是很那个正式的场合可能才会说这种话。但差不多，我觉得中国也有，就是卖东西的人嘛，卖东西那不一样，那亲那个什么，那个是婕妤说的也是这种情，对呀，也是这种情况嘛。对，不一样哦。OK。我们想，因为我去买东西，西班牙人也叫我咖喱牛，也说亲爱的啊，对啊，那是你要付钱，你买东西，他当然要跟你说亲爱的，对不对？好，来灿叔你问，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就是00后的女生的这个婚恋观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像对结婚这个事情不怎么感冒，觉得不结婚吧，没有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还太早了呀，太早，我才23岁就考虑这个问题。换一个问题啊，就是婕妤你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个人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对，你的标准是什么？对，我喜欢成熟型的男生，就是会年纪比我大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同龄的男生女生的话，男生普遍会比女生要幼稚个1-2岁，所以我觉得找比自己大1-2岁、2-3岁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加上我又比较喜欢成熟的男生，所以我觉得可能5-6岁以内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其次是我感觉就是得要互补吧，就是心理上是互补的，你心里缺什么他有什么，对，就2个人共同进步的那一种。成熟，然后性格互补。就是那如果不是帅哥呢？很成熟。我对脸没有那么重要我就是我不怎么看脸，他只要不是歪瓜裂枣我都能接受。还有一个不能低于1.7米，但最好是1.78米左右吧。人家觉得身高要挺高的嘛。我们3个先走了。为什么身高在中国对中国女生这么重要？对，因为好像问所有人都是不高吧？你刚才1.78米，不是1.7米。等等，婕妤，我不好意思先问你个人多高可以问吗？我小个子155，标准的广东女生。155，所以155的女生可以接受
高他那么多178的男生是可以的，你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是不是？他们会觉得最萌身高差，是那种不至于最萌嘛，接吻的感觉1.8米都没有他只是178耶，178可以接，就是理想的身高，对理想的。 OK， 但是为什么身高很重要？婕妤，为什么他必须达到1.7米，你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婕妤，我问你175可不可以？175行不行？可以。173行不行？你干什么？可以。好，那我达标，你们2个先走。什么玩意儿？没有。好，对，为什么身高？婕妤，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奇怪，为什么身高对中国女性择偶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条件？安全感。因为你刚才说帅都无所谓，但是身高也好，身高比长相重要。对，还是有优生学的一个理念。没有啊，就是感觉看起来帅一点啊，正常一些。因为我觉得1.7米是个非常非常低的标准，就是1.7米以下就很不 man 啊。1.7米是正常，就是1.78米，但是这个跨度有点大哦。你注意，1.7米到1.78米这个跨度，你是觉得有安全感是吗？就对，然后可以揍别人，什么玩意儿？男子气概，对不对？那就低于1.7米就是武大郎那种型的，就看不上眼那种感觉。就有句话说什么身高低于1.7米就是3级残废。3级残废也会得罪很多人的。不过这个说实话啦，这个就我们男生的立场，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女生对身高这么迷恋。我是不太能理解啦。但是你说有男子气概，其实有的个子矮的男生也很 man， 也有。不过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身高，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全感吧。你在台湾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优生学概念，生出来小孩相对也会比较高，就有竞争优势。所以在台湾可能有的父母亲就一定希望女孩子找身高高一点的男朋友，因为以后生出来的孩子可能就有比较高的几率长得高。但婕妤没有考虑这个结婚呢？他刚才不是说就是恋爱嘛，所以他也可能没有想下一代。他说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年纪还轻，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好，那我们就顺着Ben叔这个说的就进入正题好了啊。那就是婕妤，你有没有想过？婕妤，我先问你，所以结婚在你的观念里是必须的，还是你也觉得不婚主义你可以接受？我是中立的，中间的，就是顺其自然，就没有那么极端，说不结，没有说我一定要结。但是我的理想状态是我会结婚，我会找到那个我喜欢的那个会结婚。所以你觉得你这个想法可以代表00后的女性，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不强求。你的同龄人怎么想？同龄的朋友，我觉得现在有一部分人会很极端，就是可能比我大一些95后，就他们是时候考虑这个问题了嘛，就比我们大一些。有一大部分人是觉得是不婚主义的，就觉得不应该结婚。就是现在网上不是已经看到很多有这种想法了，是吗？已经有这种现象，觉得不能结婚。你是说国内是吗？是在国内？对，国内。那他们不要结婚的原因，婕妤可以理解吗？比如说他们是希望自由的生活，还是觉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首先他们就是更向往自由，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赚钱，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所以就不需要找另外一个人去依附之类的。然后其次是他们觉得现在很多男的是普信男，我也这么觉得，现在很多男的是普信男，就是明明没有身高，没有很高，对吧？对，然后也没有很帅，对。对，你们不知道，然后也没有很帅。茶叔可能不知道，因为他是台湾那边的，我不知道。对，就特别普通，但是又特别自信，所以叫普信男。对，普信男。真的啊？对，普信男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厌男。又有一个新词，厌男，就讨厌男人，厌男，就有点厌男心理吧。对，所以就觉得就自己过。而且他们也会看到老一辈的父母，就是可能70后、60后的父母有一些婚姻不太幸福，对，就会成为反面教材，就不想结婚。这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也不容易，对，不容易，对吧？很难找到。特别是女生现在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然后工作的职位也未必比男生低，赚的钱也未必比男生少，所以慢慢的可能眼光也会拉高一些，所以
有的男生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你根本看不上眼。那杰宇问你，如果结婚来说，你会觉得你的对象有房有车是基本条件吗？对，我觉得是必须的。有房有车。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基本吧。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女生会觉得这样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家是给我提供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男的也必须要有，就是他条件不能比我差，就是我不会找比我条件差的男生。你是想的是门当户对对对对，你怕那个还是门当户对，就是怕可能如果家庭那个财富差距太大的话，可能在一些认知上面可能有冲突，会有落差。对，对。那结于有时候现实是跟理想是有差距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某一天你真的喜欢上一个男生，你喜欢他的身高，喜欢他的内在，喜欢他的外表，他跟你的个性也互补，完全符合你刚刚说的2个重要条件，但是他就是没房没车，你还是会选择他吗？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恋爱脑。这么理性，这么理性吗？你不会被因为你自己真的爱上他，然后条件完全符合，就这样爱上他，而是你还是会考虑他的经济状况，对不对？对，因为我不是那种吃面包的人，不是什么爱情面包什么，就是不会选择爱情那个人，我会选择面包的那个人，或者是爱情跟面包都有平衡的那种。对。而且我觉得首先看一个人，得先看他的物质、他的学历、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各方面，然后才考虑你爱不爱这个人，而不是说我先爱上这个人才考虑其他的东西。哇，你是这样的，我没有想到你会给我这个答案，跟我的3观完全00后正好是相反，是恋爱脑呢。像我离00后没有非常远了，小远而已。我就会觉得有点颠覆我的3观呢。OK，哇，所以你是可以把恋爱跟分开的、分清楚的，是吗？就是对，我可以，但是有个痛苦的过程，没有说马上斩断，就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慢慢的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婕妤，你是历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是说你慢慢的因为随着年纪稍微的长大一点点，社会的现实的磨练之后，让你有不同的想法，还是怎么样？可能本来就这样的人吧，因为也没太多社会的历练，说实话。有没有？所以之前谈恋爱谈过认真谈过2个。是让你失望的，还觉得有点什么样的？对，让我失望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同学嘛，同龄人，就发现他真的比我幼稚，我就不喜欢幼稚的男的，然后就 pass 掉。然后 OK， 第二个，那我就找比我更成熟的男生，确实是成熟了，然后各方面也是都是比较符合我刚刚说的那些方面。但他想要结婚了，但是我还没有那个状态，我还没有对，因为他确实是比我大一些。就因为这个原因。OK，对，那确实你要找成熟一点的，那比你成熟的都可能有那个婚姻的焦虑啊，都家里有压力啊，可能要结婚。是的，所以可以理解，所以就分开了。所以你打算找外国男朋友吗？对，基于这个变叔这个问题，我正要问你，你会考虑外国的先生吗？比如说你去西班牙真的找到喜欢的，他经济状况也符合你的需求，但是他是个西班牙人，你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可以接受。那你父母是可以接受这样状态的人吗？的父母吗？应该可以吧，但他其实不太能接受我在外面工作生活。如果那个西班牙男生可以愿意一起回中国的话，对，我父母是能接受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对，本书有啥？我觉得00后，因为克凡，我们之前问过克凡，他也不排斥西班牙老婆，所以这个当然克凡是伪00后啦，我是说你们这个年纪区间的普遍都觉得外国人是可以接受，对不对？只要个性经济上能够接受的话，但是可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够带回中国吧，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本身学外语的，就对这方面就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对，这个我同意。但是如果你真的跟一个外国人结合，我觉得如果你在国外生活，对你的伴侣来说是更容易，对吧？因为你适应这边会比他适应中国，我觉得可能更容易一些。确实，基于你个人怎么想？你会希望这个
外国人老公跟你一起生活在国外，还是就真的回中国？你个人怎么觉得？你希望的理想状态是怎么样？我理想状态是回国内，因为我爸妈一直想我回国内，然后加上我就觉得我在这边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水，就还是文化的水平上没有说我100%的就能融入西班牙人的生活，就是我也是要消耗很多精力，这些就是没有特别适应，所以我觉得我有一天会回到国内去生活工作，就不会一直在国外。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觉得结语你的一些那个婚恋的价值观比较符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价值观。你如果在西方找男朋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啊，导致不能很好的走下去？你怎么想？我有一点，我觉得我感受到一点比较什么的，就比如说在中国，就是男女生相处，女生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然后是男生去引导这个恋爱，男生去主动邀约，男生主动请吃饭，男生主动做任何事情都是男生主动，女生是处于一个我等待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等待你主动邀约我，我会觉得我有魅力，这个状态。但是发现在西班牙是平等的，就是女生也是可以主动发起进攻的，女生可以主动邀约男生吃饭，可以邀约男生做任何事情，就是不会被认为这是一个廉价的表现。在中国会认为你廉价，因为你是女生，你主动追人家耶，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一个文化冲突吧，还是文化什么？那你觉得这个是男女地位不平等吗？还是说就是文化的这个特点？我觉得都有吧，但是文化的特点上面比较明显。那你个人你个人比较喜欢像中国这样弱女子处于被动的，然后小鸟依人这种楚楚可怜的状态，你比较习惯这种状态，或者是你喜欢这个西班牙的状态，或者是你想要训练自己成为西班牙这种女性的状态，就随时可以进攻对方，随时可以主动，我也不会感到害羞，我也不会感到好像女生不能这样，女生要有矜持。所以你现在，我说现在你现在会倾向于中国这种楚楚可怜的弱女子状态，还是倾向于西班牙这种女生也可以主动进攻这种观念的状态？我之前是中国的那种小鸟依人的状态，但是我现在更喜欢西班牙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实力的表现。对，就是对我在这边有改变，我觉得是有实力的表现，就是女生也是可以主动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不是一个不矜持的行为，这是一个很男女平等嘛，这是个很自然很大方的行为。对，那婕妤我想问你了，因为你这个状态是在西班牙这边看到，或者说习得的，因为你自己也说过你最后肯定要回国的，等到你回国之后，国内又有自己那种特有的环境，到时候你要有这套的话，到时候可能到国内之后是不是又不适应了？对啊，因为主导啊，你不是说男生要主导吗？回去对，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是环境造就了人嘛，说不定回国我又改变了一下，又更适应了国内的那套方法。00后现在的男生难道不喜欢女性主动一点吗？应该会不会有改变？婕妤觉得你身边的男生或朋友有没有觉得男性其实也希望女性可以主动一点的状态？我觉得00后跟90后比的话还是有进步的，也是会更希望00后也是会希望女生会有主动，但是大环境是那样，所以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其实我特别好奇，这种80后、90后、00后，他们到底区别到底有多大？婕妤，你觉得你们00后到底区别于我们80后、90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让你们就是不一样呢？你觉得差距很大吗？还是说沟通完全有代沟，还是怎么样？代沟倒不会吧，我跟奔叔也我们也还可以了。我不是普通的80后吧？我觉得我们还一块旅行，他不限期的。代沟的话代沟不是太明显，不至于。但怎么说呢？但是我觉得00后还是会有一种学生思维，就是因为我就是很有，就最大的也是00年才24岁，就刚刚迈入工作，可能1到2年，就是还是会有学生思维，然后没有那么成熟吧。代沟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学生思维跟工作以后的思维上面的一个区别。
然后其他的话也还行，因为像聊一些网上的一些热梗啊、热词啊，其实80后不知道啊，太遥远了。90后跟00后还是能聊到一块的。对，OK，了解。这结语我觉得就是，00后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奔放嘛，就是没有限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定要用你的名字太在乎奔放。难怪你现在感觉像个伪00后是吗？对呀，你现在想学客反了是吧？对，我觉得00后好像就是没有限制，对吧？自由的。那结语你会自己给自己设限吗？你的底线是什么？设限？怎么设限？比如就说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还是有一些束缚的东西，让你不，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彻底自由的人？那还是会束缚吗？那倒也没有。如果有束缚的话，是什么样的束缚？是一些你的那种就是你传统的那种中国人传统的一些想法的束缚，还是说其他方面让你觉得不自由？我觉得有一个束缚是，就是我是经济上是依靠着家里的，就是我没有能力去自给自足，我觉得这是一个束缚我的一个点。就是虽然说家里也没有说亏待我，没有在经济上面亏待我，就是都很好，都满足我一切，但是就是还是会想着说，我不是完全独立的，我还没有做到自给自足，还是会想着这个时候我还在花家里面的钱这样子，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听家里面的人话，因为你花了他们的钱。他们会给你很多指示吗？说你必须按我说的做，因为我供你上学。没有了，因为我现在出来了，管的也比较少，也管不到了。那还好，这个可以理解了啊，这个就的确是我们说拿人的手软嘛，既然经济是家里支付的，难免。但是他们会经常一些软输入，他们没有说你必须怎么样，你得怎么样，他们说我希望你毕业就回国工作，我希望你能考上公务员，我希望你能找一个怎么样的男生，他们会这种输入给你，对吗？对，给你植入。所以婕妤，你其实择偶的条件跟家里所想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家里有给你更多的设限的感觉呢？还行，差不多吧。因为感觉还是受家里影响比较大，会喜欢成熟的男生，然后对，各方面对。那这个婕妤找工作方面，你刚刚说了嘛，你家人希望你找公务员的工作，你自己怎么想？对，这是我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点。如果你今天到底会选择，好，我听爸妈的话，我就去考公务员，还是其实我真正有自己想做的职业？我的意思就是，你回国之后你会怎么决定？找工作现在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很迷茫，但是我会更倾向于，也不遥远了，其实快毕业了，快的，我会更倾向于在外面，就是首先我会先回国，因为我想我在外面了1年，然后我想回国看一看国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适应了西班牙的这个语言文化生活，我想回去我想看看我是怎么看待，对，想看一下，然后之后我可能想要再出来吧，就是去拉美外派之类的，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暂时还不太想回国。已经不是，因为我感觉我迟早有一天会回国，但是不想那么快，就不是现在，就是之后。太早了。OK，所以你回国就是还没玩够吧？你回国之后可能会先休息一阵子，然后或许找看看有没有外派拉美的工作，然后就执行这样的一个理想，对不对？对，我觉得现在00后可能也蛮有这个勇气的，就是我出国外派都 OK。你可能像80或甚至70年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好在国内找个稳定工作，公务员就像父母亲期待的一样就好了，工作稳定有薪水。我觉得是因为状态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因为90后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已经工作了5、6年了，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社会怎么样，他们已经被社会的思维给固化了。对，就像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有个96的同学。我看他就是来过呀，那谁吗？他来过呀，一豪是吗？那个是一豪，就是一豪啊你讲他坏话没关系，来来吧，我们喜欢听了，就是那个北京口音的嘉宾对，你说婕妤，你说他怎么样？放开的说，就是
已经被思想固化了，就是他就觉得北京好，对，除了北京哪都不行，深圳也不行，上海不行，国外更不行，就北京，全世界除了北京哪也不去。就是一豪就是这样子，真的。对对对，对，然后他也不敢闯，我感觉他，对他甚至会什么都会往前一步做完，比如说我们小组作业呀、论文呀、实习啊，任何东西他都会往前做完。我感觉他就是会害怕自己出错，他不允许自己出错。我感觉就是容错率会更低一些了，就是不敢冒险的感觉。但是我感觉00后就是我不怕，就这样吧，没事的，死不了。对，这个应该是00后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因为之前中国有一个那个说是00后整顿职场，这个就是00后整顿职场嘛，就是不再惯着领导了，就是到点就下班，然后加班没门，想都别想。对，因为以前是大家不敢下班，看谁先走，对不对？对，然后加班的话，我先加，可能要给老板好印象。也没有加班费，就免费打工。对，然后还送礼给老板，然后三节不是公司给你，是你还要给老板或经理。所以00后有这个要整顿职场的现象。那也蛮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其实00后真的严格说起来，跟80、90还是有蛮大的有区别。那婕妤，你对中国社会有哪些现象你觉得你要进入敏感话题不满意？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不是有00后、90后、80后嘛？就是婕妤，你作为这个新时代的人，你会觉得有哪些事情是你比较讨厌的、看不惯的？对，你们知道一个事情吗？就是中国如果 gap 的话，会是犯罪。怎么了？这个梗 gap 什么？就是 gap 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本科念完了，然后我了，你得给我们解释一下。对，这个已经这个术语超出我们的年份了。对，gap year 吗？对 ，gap year 就不允许 gap 一下。对，就比如说大学毕业之后就迷茫期，然后没有找工作，然后也没有继续读研，然后就休息一会儿，休息1年，然后再找工作。那么那个公司就会问，那你这1年在干嘛？你这1年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干，然后你就说你这个人不 OK， 因为你既没有工作，然后也没有上学，反而在家就无所事事的，你这个人不 OK， 就不允许 gap。对，公司都喜欢应届生，或者是你大4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工作。我明白。而且会有一个很有年龄焦虑，就是到了23就得考研，就得找工作；你到了26，你就得考虑结婚的事情；你结婚2年之后，你就得考虑生孩子的事情。就是你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好像是有时间表，对，一步步往上走。对，有时间表，一步一步的。如果你不这么干，那你就是很另类的，就是很。那你是00后啊，你会选择服从这种？当然不会啦。对呀，这才是态度。对，我觉得真的，我就会。你怎么反抗这些啊？我怎么反抗？我就首先得要经济独立。我觉得就是自己赚钱了才会把握自己的人生，所以首先要做到经济独立，然后之后的话，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嘛。如果你遇到了，那就结；没遇到，那就不结，那就这样，反正自己养活自己。对，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不同，我是觉得真的是。对，我觉得现在00后，包括你说，包括在台湾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像特别是女性，男生我不敢讲，特别是女性，马上要追求毕业出社会，马上要追求的是经济独立，把贷款赶快付完，赶快能够买个小套房更好，然后赶快独立，因为你经济独立了，你就不需要什么事都听父母亲的，对，然后你就可以更自主自己的生活。然后至于社会要求你哪个年龄段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不管他不理他，毕竟自己的生活是自己过嘛，别人能够帮你决定什么嘛？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个勇气去对抗这个社会给你的这个时间段，这个传统价值，我觉得是这样。那婕妤，我再问你啊，那基本上。我觉得00后，你刚刚说嘛，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学生的这个气息或一些想象，对不对？所以你们00后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ucket list， 比如说我几岁的时候要去环游世界，然后几岁的时候我要完成什么事情，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会，就是会存钱，然后去旅行，然后干嘛之类的，就是
现在的我就是在西班牙的留学生，我的同学们，他们也会说，我到几月几月要去哪里旅行，然后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也会有，但是比较少吧。没有说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在旅游，就是对，都在旅游，都在欧洲我都在家里赶论文、赶作业，我看大家都在什么意大利啊？你的同学都不需要写论文了吗？他们都9月答辩，有的人我也7月答辩了，6月就搞定啊。但是也旅啊，但我看你也没有停啊，你一直就是到处玩，对，就是疯狂写、疯狂旅嘛，不耽误。一边旅游一边写吗？这个真的不会一边旅游一边写，会在旅游之前疯狂赶、疯狂写。那我是要满分的，我是要10分的。这个真的就是00后跟我们的不同。我们就是会，我们在一切没有 settle down 之前，我们不敢去旅游，至少我不敢，我不敢。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论文都没有搞定，没有得到高分，没有确定我会通过前，我是绝对不敢去旅游了。我会焦虑的，玩的时候会焦虑，怎么玩我也没办法玩得尽兴，我脑袋都是那个论文在我脑袋一直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跟00后的差异是这样子。00后更能享受人生吧，我觉得。对，更能享受人生，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对，是不是00后因为家境其实整体会比我们之前的更好一些？其实相对而言，家境好一点，更富足一点嘛，所以他自信感更强，去愿意做事情啊，也有这个像那个婕妤说的，试错的机会可能也更多，因为毕竟有时候做错了，家里可能托底呀，是不是？对，家里可以给兜底，就是不太需要考虑家里面的东西，你只需要只需要照顾好你自己，把你自己弄好就好了。我觉得和这个应该也很大的关系。婕妤，你有什么爱好？你平常的那个休闲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我来欧洲好像跟你有代沟。我来欧洲之后的爱好就是旅行了。我感觉我有空就旅行，有空就开始坐飞机。在国内可能还健身、烘焙，但是在西班牙因为条件不足嘛，烘焙因为就住这么一年，所以也没有买什么工具，所以要健身。反正有空就坐飞机去旅行。旅行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不是见过和你一起旅行过吗？对啊，我是见过。我想说是婕妤每次都拉着我去喝鸡尾酒。婕妤超爱喝鸡尾酒，然后她的酒量又不行，喝一杯酒脸超红。今天是吐槽大会吗？又菜又爱玩。对。OK。不过年轻人就是勇敢了，我觉得这是好，这是好事，因为你们有本钱可以去容错嘛，有本钱可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对，你不像可能往回推10几年、20几年的人，可能他们真的就会觉得好像要结婚，可能要有家庭，然后可能做一些事情会顾虑太多传统价值观。我觉得以前世代的人是会这样的。对，我觉得00后这种想法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个也会带动国家的改变嘛，跟国家的进步，我觉得是蛮好。OK， 好，那我觉得这个婕妤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00后的想法。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传统中国家庭就是结婚后一定要生小孩，生几个，然后小孩要好好培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结婚后你会怎么去养育你的儿女呢？会用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去，还是你会有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像欧美一样自由？还是会让孩子自由去像欧美一样自由发展？还是你觉得要望子成龙？我这辈子第一次被问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对啊，一定要问你，因为可以回答。但婕妤很有想法，他可以回答。对。问柯凡就没办法回答，婕妤可以。为什么柯凡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是伪00啊。首先我没有正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这样问我的话，我倒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更倾向于放养式吧。就是现在不是经常网上抖音会刷到80后辅导小孩作业辅导到抑郁崩溃嘛，就是会骂人那个，就是那种搞笑视频嘛。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好吗？就是我作为一个00后，我爸妈都没有辅导过我学习，就是没有像坐在旁边陪着你一块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就是我感觉他能学就学，学不了就拉倒吧，就放养式。你是要跟孩子做朋友这种是吗？对，做朋友那种。然后会给他多一些选择吧，就是不是只有学习，比如说可以发挥一下，就是别的技能，比如说做饭，对，画画呀、运动啊，各方面的，就不是只有学习。他不要去学校呢？他说我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我就喜欢画画。但是我觉得义务教育还是要上完的，初中前还是要上完的。那之后他要选择技校或者是高中，那就随他吧。对，基础教育一定要，义务教育要，不然就犯法了。对，还是要对，还是要去上学啊，对不对？OK， 那就是比较近欧美的方式啦。可能就是让孩子去找一下自己的兴趣，然后看兴趣在哪里，再可能去培养他，或者让他自然发展。所以说你们而且也不强求。对啊，很多人对中国这些其实，我就是我是通过这个婕妤这期，就是让我感受到哈，很多东西有些东西所谓的这些刻板印象，它可能是特定时代的这些东西。你看婕妤他们00后其实也在改变思想啊、观念，什么都在改变。可能我们那一代有些比较深的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观念的烙印，慢慢可能过个10几20年，也都慢慢在消失。整个社会可能趋于大同，差不了太多，没有那么那么明显的特征。对，因为我觉得像00后的价值观，其实也慢慢有影响到我们这些比较早期的人啊。像我觉得结婚真的，我觉得也不是一定必要的事情，就看缘分。甚至不结婚也没什么，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个都是我觉得那都可以摒弃掉了。你不需要为了一句话或一句古老的话，好像你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倒没有必要。毕竟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每个人要走的路都不一样。但是，要活这个人生的是你自己啊。你如果为了一些价值观或几句话，你就好像一定要觉得这样做，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我觉得00后这种比较开放、比较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思维，我觉得也慢慢有在影响我们这个比较这个，比如说80或90的人。对，我是很喜欢婕妤这种敢说的这种性格，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然后我觉得但可能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问到，所以我想让这个观众们吧，会写一些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的00后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写下来，下次我们可以再请婕妤过来，然后问一问其他观众的问题。还有第二题给婕妤好大的压力啊！没有，我很喜欢。你很喜欢婕妤，我问你最后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不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吗？我最喜欢结尾之后又还没有结尾的感觉啊。对啊，好。婕妤，就是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但是我是个比较柔和的人，我没有很爱，也没有很恨，我会把这种情绪比较弱化一些。就没有那么极端。所以OK，你会先自我把这些极端的情绪弱化，然后再表现出来。对。OK，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请婕妤给我们你也是00后嘛以你自己的经验给现在的年轻人几句话吧。可能是建议，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可以，你可以的。然后一些想法，或者是你觉得人生可以怎么做也不错。因为你到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你想对其他的这个可能还没有勇气的，甚至没有勇气出国的年轻人也是有啊，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假如就是好像那个没出国的你，在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你如果你出来了，你对那个世界的你会说什么？不搞这么复杂，平行宇宙。对，不过这个是好问题，可以。首先第一点是，就是得更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就不要理会太多的别人的看法、社会的舆论各方面的，只要你自己开心了，那才是真正的开心。首先是第一点这个，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得要离开家里才是真正的长大。就是哪怕现在我觉得很多国内的人，他们工作都没有真正的离开家里，就是还是会依附爸妈、依附父母给他们的一些经济上的提供啊、物上的提供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是你一个人，你去一个全新的环境，你是走出你的舒适区，去一个全新的环境，那才是一个成长。我觉得每个人需要有这一步的，那才叫成长。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舒适区里面，一直
一直那样。看来婕妤长大，很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到30-40岁，或许还可能依附在家里的也有，或许你有工作，但是你始终都没有真正离开家乡到外面生活过。对，就还是在那个舒适区里。对，或许你这样做了，你的人生有不同的体悟，这跟旅行什么可能又不一样，因为你到一个新的环境去生活，可能你的朋友圈、你的经济、你的语言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那才是对自己一个真正独立的挑战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婕妤，你觉得我们的问题都太保守了吗？太80后了吗？80后有70后吗？这里请问有70后吗？有，我不晓得是谁啦，但是有啦。下次我们问你更刺激的问题。我父母就没想到我们的，他说你没有遇过70后啊？他说他父母是70后的。我可能比你爸妈还老。我1975啊，那没有了，差不多。那还没，真的可以做我父母。对，不要叫我爸哦，不要叫我茶爸，叫你叔，对，叔比较好。好，那今天特别好，谢谢婕妤接受了我们这个7、8、9，没有9是8嘛，笨叔是7、8。我差不多快90后，但是别差不多，就是没有8，就是没有8、7。谢谢婕妤接受我们70跟80的人的问题挑战。哇，对，棒！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更了解00年后的女生是怎么想的啊。那很棒。但是婕妤还是觉得我们问题很保守，所以剩下的任务就交给在这个网络前面的观众朋友，你们来提出一些辛辣的问题，我们会转交给婕妤做个回答。对，好，那今天就谢谢婕妤咯。哇，很棒，我今天很开心，也谢谢你们，婕妤，谢谢。好，那我们跟同学们说再见吧。大家再见咯，再见，拜拜。